在中国四川、云南交界的泸沽湖周围的摩梭族，有东方女儿国的美誉。摩梭人以生女儿为荣，女子自古以来就大多容貌漂亮，迷人多情。那里的人至今仍保留着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生活，也就是说，他们不结婚成家，过着类似一夜情的夫妻生活。这部分习俗读者已经在之前的视频详细介绍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摩梭族人还有个古老习俗，男女共浴，它不仅象征着男欢女爱，也是摩梭人治疗疾病的古老的偏方。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刺激的习俗？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泸沽湖是中国西南高原上的一颗诱人的明珠。泸沽湖养育的摩梭女儿个个美丽健壮，勤劳善良，情深似海。她们不奢求不属于自己的一切，她们不会做金钱物质和权力的奴隶，她们按照自己的质朴本性，遵循自己心儿的指引，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无忧无虑的劳动、生活、恋爱，在母亲湖的山光水色中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淳朴的本色。摩梭人相信洗温泉可以洗去病痛，同时这也是摩梭人交际的重要场所。劳了一天，约上3、5好友，带上鸡蛋、粑粑等食物，一边泡一边聊，一边唱，消磨几个小时。几百年来形成一道不变的风景。每当秋收过后，摩梭人就会去洗温泉，所以他们像朝圣一样赶往有温泉的地方。在去温泉之前，很多人都准备好一顶帐篷，冲好米，带上酒、鸡和鸡蛋，做一些饵块、粑粑。到出发的日子，人们便成群结队，骑着马，带着帐篷、铜锅、铝盆、碗筷等炊具，提着吃喝的东西，一路唱着民歌朝温泉进发。洗温泉时，摩梭人保持着男女共浴的古老习俗。到了有温泉的地方，人们在沐浴之前就要找一块地方烧起篝火，架好锅灶烧水，杀鸡割肉，把鸡块和猪膘肉一起下锅烹煮。等食物煮熟后，人们先享用美味的食物和自制的苏利玛酒。酒足饭饱后，预备好做晚饭的东西，所有人就去温泉里沐浴了。男人们大都不露声色地脱去衣裤，走进温泉水塘。女人们不像男人那样潇洒，她们通常先在水边脱去上衣，然后一边走入水中，一边把裙子往上提，动作缓慢而优雅，直到美丽的身影淹没在水中。男女青年一边互相擦背，一边开着玩笑。在温泉水中，人们从不会产生占有的邪念。男人们在水里悠闲地抽着烟，擦洗着自己的身体；妇女们坐在温泉里，梳理自己瀑布般的长发，擦洗光洁的肌肤。有时，人们还赤裸着全身在温泉里嬉笑打闹，互相挑逗，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遮掩，也丝毫不觉得窘迫和尴尬。但是，不是所有男女都可以共浴。同血缘的家庭洗温泉时，男子不能和女子同池，却不用避讳外人。到了傍晚，洗澡的人们回到篝火旁开始吃晚饭。稍事休息后，他们又兴高采烈地去温泉继续泡澡。几个小时后，人们又回到篝火旁喝一些酒，暖和一下身体，并在平坦的地方搭起帐篷休息。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后，大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温泉。男女共浴是摩梭人的古老习俗，人们借着洗温泉的机会娶亲访友。摩梭人共浴温泉不仅是一个洗澡和保健方式，还是男女双方寻找心上人的途径之一。在共浴戏耍中，男女青年心里会燃烧起爱情的火焰。很多男女青年都在这里由不相识到相识，再由相识到变为心上人。共浴之后，在温泉中结识的情侣纷纷上岸，寻找一块私密之地，互赠礼物，互诉衷肠，表达彼此的情谊，并确定男女阿住关系。这里读者考一下大家，什么是阿住关系？如果有不懂的，同样可以去看看读者之前关于摩梭族的视频，这里就不再赘述。其实就是指男女朋友关系。摩梭人在进行田间劳作、上山放牧、赶集过节时，都是男女结交阿住的好机会。男女结交阿住时，通常要经过双方私下或托人交换礼物来确定关系。有时双方交换随身的首饰，有时女子给男子赠送自己亲手做的鞋垫或腰带，男子则回赠给他一条围巾或首饰。还有一部分男女互换礼物的方式会很庄重，男子通常请一位自己信赖的人带上新衣服、裙子、茶叶等礼物，到女方家互换礼物。
送礼的人到了女方家后，向女方的母亲说明自己来意，母亲征求女儿的意见后，才能做出收不收礼的决定。男女一旦交换礼物，就成了阿柱情侣。晚上，男子就可以到女方家走婚了。其实，在走婚之前，摩梭族的年轻人们都要举行成丁礼，通过这个仪式，他们才能进行男女活动。在举行这个礼仪之前，男孩和女孩都穿麻布长衫。成丁礼一般在孩子13岁时举行，主持仪式的人是事先由达巴巫师占卜确定的。达巴巫师把人的12属相中的虎、马、狗分为一组，牛、蛇、鸡分为一组，猪、羊、兔分为一组，猴、龙、鼠分为一组。举行成丁礼时，只有同一属相组的人才能主持这一仪式，而且还要同性别的人为少年穿裤子或者裙子。摩梭族的成丁礼一般都放在正月初一早晨，待太阳升起来之后，达巴巫师和喇嘛开始诵经，祭祀这家人的祖先。紧接着，在海螺等法器声和土炮声中，成丁礼的仪式开始了。女孩站在火塘右侧，男孩站在火塘左侧，他们分别踩在装着珠标和粮食的口袋上，然后主持人脱去少年身上的长衫，为他改装服装。一般男的先从左脚穿裤，女的从右脚穿裙。少年穿好新衣服后，便跪在喇嘛面前，由喇嘛诵一些祈祷平安和祝福的经文。念完后，家庭主妇向祖先和火塘神献食。主妇在向祖先献食的时候，达巴巫师就在一边呼唤这个家庭里所有死者的名字。主妇把所献的食物全部举过头顶，然后出门把它们撒到房顶上，让乌鸦来吃。接着，主持人引导着少男或者少女依次向家里的经堂、上下火塘神、达巴巫师、喇嘛和年长者磕头施礼。这些人要赏赐给他们钱财之类的礼物，长辈则要向磕头者念一遍长命百岁、福禄双至等祝词。达巴巫师则用最美好的语言祝贺这些少年男女，今天是好日子，太阳好，月亮好，星星好，一切都很好。你穿上裤子，愿你长寿百岁，丰衣足食。接下来，全家一起共进早餐。早餐之后，家人就开始办酒席，宴请本村所有的人。在宴席上，少男和少女向所有来客磕头施礼，客人则给他们钱或其他东西做礼物，并说一些大吉大利的话祝贺他们。宴席结束后，母亲或年长者把受过成丁礼的少男或者少女领到走婚的生父家以及其他亲族家中行礼。去的时候，少男或者少女要带上一些食品，到了父亲家中要向经堂、灶神和家里的各位长者磕头。父亲家里的主妇则把带来的食物每样取出一些，用来祭祀祖先和灶神。祭祀后再开始招待客人。少男或者少女回家时，父亲家的人要赠送一套新衣服和一些钱，或者送一只羊、一件金属器具作为纪念。成丁礼完成之后，男孩子或女孩子就可以在男女共浴的时候结识异性，并发生一夜情了。不过上世纪60年代，由于男女共浴有碍文明，当地政府在温泉中间铸造围墙，将男女隔开。摩梭人大不习惯，好在围墙不高，人们站起来就可以欣赏到墙内面的躯体。后来围墙的砖渐渐越拆越矮，直到人们很容易就迈过围墙。90年代，旅游开发慢慢热起来，各地好奇的游客慕名而来。当地政府为了不伤风化，对温泉进行改造，彻底将男女分开。但当地人不买账，还是习惯同浴，而外地游客也是为体验共浴而来。一道分隔砖墙如同摆设，依旧可以窥见异性的身体，让一波男游客大饱眼福。不知道这样的旅游景点你想不想去？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并帮忙点个赞吧。